暑假的闲暇时间多数用于陪伴小朋友，以至于视频迟迟未来更新，让大家久等了。吃惯了甜面包，偶尔来点咸点口味，总是特别的美味。今天来做一款松软的肉松香葱吐司。先聊一下耐高糖酵母和普通干酵母的区别。有明显的耐高糖字样标识的属于耐高糖酵母，如果没有，那就是普通干酵母。它俩的本质区别是对糖的耐受度不同。普通酵母对糖的耐受度是7%左右，超过7%会抑制发酵，糖量偏高，甚至会发酵不起来。因此普通酵母它适用于含糖量低的发面面团，如包子、馒头之类的。而耐高糖酵母对糖的耐受程度高达30%，比较适合做甜度偏高的面包和点心。这个在网上或者大型超市很好买到。4克的耐高糖酵母，加入160克的冰牛奶，300克的高筋粉。不同面粉吸水性不同，你根据自己的面粉适量的调整牛奶的用量。30克白糖，2克的盐，除了提味，也可以增加面团的劲性。夏季室温偏高，揉面的过程也会提升面团的温度，而面包面团的最佳状态是26度左右，因此夏季做面包建议用冰的液体来和面。1个鸡蛋，留少部分给表层刷蛋液，先拌成絮状，再揉成团。边揉边刮干净盆壁的干粉。揉好的面团中性偏软，但是不粘手。你可以继续揉至光滑，也可以冷藏静置10分钟再揉至光滑。25克室温软化好的黄油包进去。如果用机器揉，您可以揉到出手膜的状态。手揉参考我之前发的15分钟揉手膜的视频，揉至面团光滑上劲便可。很多烘焙新手会止步于此，纠结于手膜的状态。其实做面包的乐趣很多，不同面包对出膜的要求也就不同。您且大胆地往下走。相对于手膜，面包的发酵更重要一些。表层抹一层薄油。面团的发酵是酵母生长繁殖，消耗面粉中的糖，而产生二氧化碳和酒精的一个过程。面包面团第一次发酵通常是发酵至2倍大。发酵好的面团手蘸干粉戳下去，不会反弹，也不会回缩。如果出现整体塌陷，那您是发过了。一发过的面包，您除了会品到微微的酸味，其他方面没有太大的影响。简单的按压排气，简单的香嫩折叠，两手握住面团，轻轻地往怀里推。面团与案板之间的摩擦力会使它表层的面筋逐步的延展开，形成光而紧实的表皮。对于大面团，这是一个很好的整圆方式。静置松弛20分钟。松弛好的面团光面朝下，轻擀成长方形的圆饼，一定要轻擀，避免面筋的断裂影响2次发酵。长的一边紧贴面板压薄，2条宽边轻轻地拍薄便可。先抹一层沙拉酱，再铺一层肉松。肉松中建议您拌入海苔碎和芝麻，在味道和营养上给它再一次的升华。卷起来，捏紧收口处，收口处朝下按扁，顶部预留2厘米左右。这里您分割成2股、3股都可以。开口处翻上来。开始展示您编麻花的技术了，不要太紧，松散一些更容易发酵。两边折回去。这是一个450克的吐司盒，防粘效果不太好的吐司盒，建议您在内部铺一层烘焙油脂，再放入生胚发酵。吐司2次发酵，它决定了成品的形态结构。这款面包需要发酵至9分满，表层刷上预留的蛋液，撒少量的葱花来提色增香。烤箱预热至175度，中下层35分钟，
上色后及时加盖锡纸，我是在烘烤15分钟后盖的锡纸。不同的烤箱温度不同，您根据自己的烤箱适量的调整时间和温度。烤好的面包趁热脱模，侧躺在架子上晾凉。这是一款很松软的吐司，口感绵软，酥脆咸香的肉松搭配沙拉酱，从烘烤开始的那一刻就满屋飘香。爱面包的您一定要尝试一下。吃剩的吐司先切片，放保鲜袋密封，再放冷冻室保存。再次使用时室温回温后放入烤箱，120度烘烤10分钟左右。我是小敏，喜欢我的视频，您可以关注我或者给我一个赞。有什么想告诉我的，您可以在评论区留言，谢谢。